一周过去，来和我一起看一看有哪些有用、有意思的软件项目和科技新闻吧。如何白嫖正版的游戏、软件和其他资源？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网站。提到白嫖正版，最出名的就是 Epic 喜加一 ，Steam 偶尔也会有一些游戏限免。IT 之家喜加一是 IT 之家旗下的一个板块，这里收集了 Steam、Epic、索尼等平台限免游戏的资讯。点击标题即可查看游戏的详细介绍和他们的领取地址。如果你更喜欢在手机上看这些资讯，可以到小黑盒，这里有一个喜加一板块，同样是收集了各大游戏平台的限免信息，并且可以直接登录在线领取。除了游戏，软件同样也会有很多限免，比如这个叫反斗限免的网站，就是专门收集各种收费软件限免消息的。不管是 iOS、Android、Mac 还是 Windows， 都能在这里找到相关的板块。苹果用户可以关注果粉 GoFans， 顾名思义，这是一个苹果软件的资讯网站，不管是优惠、打折还是限免，这里全都有。如果你不想每天去关注这些信息，可以用这个 More Geek， 它可以一键订阅这些信息，每天主动推送给你。Lexity Search， 这是一个基于 Google 开发的搜索引擎。根据作者的自述，他在搜索的时候被垃圾网页激怒，然后就基于 Google CSE 开发了这个项目。他在 Google 搜索的基础上，屏蔽了某恩、某云、某发展社区等低质量网站和爬虫生成的内容农场，所以搜索结果质量会更高。Runcat， 这是一个一直在奔跑的小猫，打开之后它就会出现在电脑任务栏上，并且会根据电脑 CPU 阵营变多而越跑越快。如果它跑得飞快，就说明你电脑运行的东西太多了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作用，但确实挺好玩的。Video2X，Video2X 是一个开源的视频、图片超分和插帧工具。比如给它上传一个 480p 的视频，可以直接超分到 1080p， 甚至 2K、4K。30帧的视频可以插帧到120帧。如果你需要这样一个图片、视频画质增强工具，可以试一下。英特尔，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在10月16日发布文章，因为产品漏洞频发、故障率高、可靠性差、监控用户、暗示后门等原因，建议系统排查英特尔产品的网络安全风险。英特尔在10月17日作出回应，称他们始终将产品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，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。X86， 在10月15日的联想创新科技大会上，英特尔和 AMD 宣布组建 X86 生态系统咨询小组，并邀请 Linux 开发者 Linus Torvalds 和 Epic 创始人 Tim Sweeney 为创始成员，来共同应对来自 ARM 芯片崛起的挑战。国产光刻胶，中国光谷发布文章称，光谷企业武汉太子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 T150A 光刻胶已经通过半导体工艺量产验证。该产品对标国际企业头部主流 KrF 光刻胶系列，在光刻工艺中表现出的极限分辨率达到120纳米，有望开创国内半导体光刻制造新局面。非法测绘，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称，某境外企业 A 通过与中国具有测绘资质的 B 公司合作，以开展智能驾驶研究为掩护，在中国境内进行非法地理测绘活动。在经济利益的诱惑驱使下， B 公司完全沦为 A 公司的牵线木偶。消息发出后，特斯拉、极客、Mobileye、阿里云、滴滴纷纷做出回应，称事情与自己无关。星舰 SpaceX 星舰在10月13日开启第5次试飞，星舰发射6分40秒后，1级超重型助推器在发射塔壁上成功着陆。66分后，2级星舰在印度洋指定位置准确降落，成功达成预设目标。黑话烂梗，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，本次行动聚焦部分网站平台的热搜榜单、首页首屏、发现精选等重点环节中呈现的语言文字不规范、不文明现象，重点整治歪曲音、形、意、编造网络黑话烂梗、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。微信小程序，微信上线了小程序翻译功能，在小程序右上角点击翻译按钮，即可一键翻译小程序中的文字。新品发布，本周多家厂商发布了新品 ，vivo 发布了最新旗舰 X200 系列，苹果发布了新款的 iPad mini 7，荣耀推出了 X60 系列，大疆发布了大疆 Air 3S 航拍无人机。微信协议，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发布了一份报告，报告中说，他们对微信主要网络协议 MMTLS 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进行了分析。他们发现微信使用的 MMTLS 是 TLS.3 协议的修改版本，
微信修改了其中的密码学机制，因此引入了弱点，并导致它缺乏向前机密性，和一个10几亿用户软件应有的加密水平不符。2. 字节跳动。有传言称，某头部大厂的大模型被实习生入侵，注入了破坏性代码，导致训练成果不可靠，可能需要重新训练，损失超1000万美元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传言中的公司为字节跳动，原因是今年6月，某高校博士在实习时对团队资源分配不满，所以利用 Hugging Face 的漏洞，在公司的共享模型中注入了破坏代码，导致训练成果忽高忽低，且无法排查问题。目前该实习生已经被辞退，不过该次攻击的模型并不是豆包，而是其他模型。3. 扫地机器人。美国多地的扫地机器人遭到黑客入侵，黑客控制机器人在屋内移动，并大声播放种族歧视言论和脏话。4. 宝可梦。宝可梦的开发商 Game Freak 遭到黑客攻击，超过1TB 的数据因此泄露，这些数据中包括较早游戏的源代码和一些未发布游戏的信息。比如一款代号为 Gaia 的第10代宝可梦游戏将会在 Switch 和 Switch 2上发布。6. 垃圾广告。垃圾营销广告有了新手段，广告发送者会在广告中增加验证码、拒收请回复等内容，以躲避手机中自带的垃圾短信拦截功能。7. Chrome 正式开始逐步进入 Manifest V2 标准的扩展，很多用户的 uBlock Original 扩展已经因为不再支持而被禁用。8. QQ 近日上线了鸿蒙版本，但可能是因为疏忽，部分代码没有进行混淆，导致了一部分 Proto 内容被泄露。在前面微信协议安全性分析的那篇文章中，还指出在微信的早期版本中曾经使用了更加不安全的自定义协议，这主要是因为微信早期其实是用邮箱软件改的。在2021年，张小龙还是 QQ 邮箱团队的负责人，当时正在开发 QQ 邮箱的手机版手中游 APP， 而此时一个叫 Kik 的软件忽然爆火，张小龙从中获取了灵感，发邮件给马化腾，建议腾讯也做一个类似的软件。马化腾同意了张小龙的建议，并把新软件命名为微信。于是团队在 QQ 邮箱的协议和框架上进行了2次开发，微信就此诞生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雪莉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